我现在要出发到桃园找一个鱼友，他叫可乐，他有2个 LPS 缸，那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的单胞缸，它的单胞缸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在还没有到达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聊聊单胞跟宝石花的区别。它们都叫做管孔珊瑚，管孔珊瑚有分宝石花、圆帽、茉莉跟单胞。宝石花的手臂比较粗，触须比较短，触须会很明显的有12个花瓣，而单胞的手臂是比较长，触须会有24个花瓣，而且细长。管孔珊瑚会有各种颜色，有点像马卡龙缤纷的色彩。水质的要求 NO3 在10 ppm 左右， PO4 不要超过 0.05 ppm， 营养盐不能高，光照跟水流都要弱。如果水质达到这个水平，就可以试养看看。已经到他店里附近了，我们等一下就进去了。到了，哎，你的缸在这里哦。哎呀，你另外一缸呢？另外一缸在里面。早期在开四面佛，这个以前我那时候也是开宠物店，其实那时候是开271的爬虫店。最早以前这边是一个3尺缸，那客人有时候都带小朋友来了，他们都会看鱼，以一个营业场所，有时候小朋友来看个鱼之类，看个珊瑚，就很适合在营业场所用，家庭都 OK 的。对。哦，这一缸就大了。我来帮一下。这个也很多单胞啊。对啊。啊，你米粉都放在这边。米粉对，米粉这边，其实这边单胞。哎，你这缸也很好啊，状况也很好啊。其实有一颗有没有？那颗有没有？其实都把它切。哦，那你等一下就把它切一切。很小颗就直接剪。这个是红单胞。这个很大哎。可是还没开是不是？还没开，它都很短的，它须很短。那你米粉也很多。对，然后上面还有牛头。我你牛扣好多。可是看你那个太漂亮，就会说。啊，你那个三角嘞？哦，在那里，不在后面。对，黄金三角。本来要出价了。已经卖了，今天要寄货了。结果缘分他不愿意。出价了。本来要用这个包。对，人家昨天寄来了。这个奶嘴爬到上面去。对啊，粘在那边。你别给它抓下来。刚歪掉，它就自己下去了。米粉都藏在后面，金米粉。你这么漂亮的米粉，你给它塞，你给它塞在仓库里面。去哪就是有的塞就塞。哦，它有24K 斤。研究了很久，然后才研究出来适合养什么。前面死很多，有时候我们底部其实要再清理一些底层啊，会对鱼缸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自从养了藻之后，整个系统就更稳定了。哦，你加了藻之后有差就对。有差。这个是现长。对，现长。你这只天狗也很大呢。哦，大天狗，对啊。哎呀，它会咬珊瑚吗？不会，它天狗不会咬珊瑚。是。而且我觉得蛮适合新手入门的。好，我来喂一下，因为我都会有准备2种，一个是那种比较小颗粒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粗颗粒的。冲饲料的。你这个缸几乎看不到石头，软体是满满的。对。香的。这是满满。这算神缸了。神缸。所以我就看到现在是这么大颗，是我把它移到外面小缸，它开出来就这么小颗。它其实我发现，其实单胞你要给它开到大，你空间越大，其实它开的越大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单胞就是也照浪不用抢，其实我的一些照浪它其实就开得很漂亮。这我试过了，其实单胞强流到后面它一定会死。那光线呢？光线其实我大部分，比如说100%的功率好，我都大概出70%的功率而已。
其实这缸我收集了比较多一些不一样的彩档，在下面你们可以看得到，这都是现在流行的单包拼盘，有没有？这个很特殊，对，单包拼盘，这个是红单包黄心。对，它里面有蛮多种。记得这缸设它要半年而已，这里面有2颗很漂亮加勒比亚葵吧，右边有没有一颗金色的那颗？那里面刚刚看很大，可是其实来这边倒只剩一半了。对，这都是很特殊的彩档。右边上面也是彩档，小这2颗，那里面还有2颗彩档。有些都切小颗呢。我觉得从上面看很漂亮。而且你看啊，其实他们有时候芯是不同的哦，有些彩档的芯是不同的。对。我们里面马卡龙很多，很多颗马卡龙很多。有时候我们就看看芯，有蓝芯，有什么芯这样。蓝芯、黄芯都不一样。对，都不一样。同样是红单包，但是它的芯不一样，对，花瓣不一样，呈现出来就不同的效果。所以你也没有说一定喜欢哪一种，反正就是全部都配就对，全部配。你看5颜6色的，这样感觉比较有色彩。这个气泡，这个气泡其实我以前养气泡都几乎没有成功过。后来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，养气泡可以把它放在弱光的地方，弱光就是有点光照到它，水流不要强，它机器就开得很漂亮了。弱光跟弱流，对，它其实就看很漂亮了。你这缸有底滤吗？没有，就倍滤而已。我设备就那么简单。一般养小缸都要用的那个 QQ1，然后一个草缸。你草缸上面这个什么时候开？我一般都是上班的时候开到下班，大概开的时间是超过7个小时。底下就很简单了，我底下就是一台的冷水机，就只有冷水机。对，这个缸设备硬体的部分很便宜，很便宜的。可是缸里面很不便宜的，对，不便宜。我还记得说，我刚开始其实里面也不知道养什么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比较擅长的软体。然后我来这边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先放入一些比较便宜的单包，先来试看看。就说一些绿单包啊、荧光单包啊，或者比较便宜的澳洲单包啊，先来试看看。后来 OK 的，我才慢慢的敢放入彩档，这比较贵的彩档，大部分全部都是以单包为主。你平常怎么样去维护？单包维护其实我维护蛮简单的，我1个礼拜固定1个礼拜我换水1次，1/3，然后我加了就是TN 的消化菌，然后还有1罐它的那个钙镁钾综合的，然后跟2罐这个阴阳负离子，微量元素。对，微量元素。你微量元素1个礼拜加几次？微量元素我1个礼拜会用2次，1.5到2ml。一次1.5到2ml，然后下2次。对。其实后来我发现说，不用在缸子里面加太多的东西，其实它们反而也开得很漂亮。这个是切大块的，松的，然后这个是切小的，用这个类似杀菌的珊瑚杀菌的里面。我切的方式其实很随性，绿色地方代表这些都是活的，这边就是直接1块的，这边直接1块，这边我就都不要了，我先用钳子，来，很随性的这一块就取下来了。对，就是有机会活的。好，这个我后来发现，其实它切的蛮好用，可是有时候真的太厚的话，那你刚才看到这边都是绿的了，因为你还是要稍微预留一点白白的，不然有时候你会不小心把活的都切掉。好，然后再从这边有先切一个段了嘛。这种小锯子的话，你要慢慢的有点耐心的去切，因为毕竟它的马力没那么动力没那么大。对，接下来的话已经有点差不多了。我后面的话，我就还是靠这个珊瑚剪，给它稍微取下来的，很漂亮，有没有？白白的，绿色的这一块。OK， 好，那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就挤出来，我们就以这个切面给它粘在这里。注意要戴个墨镜，因为有时候预防眼睛喷到，对，都有喷到，这样子其实就切割完了。其实单包真的是很难养，可乐的单包缸可以养得这么好，
真的是很厉害。如果你也想养一些单胞在你的鱼缸里面，可以试着从日本红单胞开始，因为它比较好存活。其他的单胞如果真的要试，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尝试，不要一次进太多。